为何呢？国家不能彻底的关闭所有的黄色网站呢？自从互联网时代以来啊，国家呢对于网上的不良风气也抓的是越来越严格了，就连直播平台呢现在都加强了颜色的一个管理。那为啥在网络上一直非常猖狂的那个黄色网站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呢？相信很多人是不是都特别的疑问。其实呢，这并不是咱们国家不管啊，而是法网之下呢总会有那么几条漏网之鱼。就像我问过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员啊，他们说呢，像这种网站的一个地址呢是很难查封的，他们基本上24小时呢就会更换一次网址，新的网址呢也只会呢有一些老客户推送给他们，他们才是知道的。想要重新进来呢，就必须经过一个节点，然后呢才能跳转到别的网站上面。其次呢，就是有些网站呢则会给自己呢一个识别码，这些识别码呢只有花过钱的人呢才会有的，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啊。而且呢，像某些网站，即便你能够进入到里面，你就会发现呢，看视频是不是特别的卡顿？除非呢你在平台上面是交过票子、交过钱的，否则呢你就别想有很好的一个观看体验，对不对？相信很多男士朋友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嘛。那有人可能会说了，既然搞不了这些网站，我们直接把这些搞网站的人直接给抓起来不就好了吗？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事实上呢，这个事情呢也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为何国家呢不能彻底的关闭这种黄色网站呢？如果关不了网站，把制作网站的人关起来，那就不就更加简单了，不就行了吗？其实呢，这样想也不是不行，只是呢实施难度那是相当的大。像这种制作网站的人啊，一般 IP 地址呢都是在境外的啊，大部分是分布在东南亚那边，也就是缅甸、老挝、柬埔寨这种地方。先不说呢，其他国家愿不愿意配合调查，警察呢如果说顺藤摸瓜找过去，人早就跑光了。所以说抓捕难度真的是非常的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免费的网站它到底是怎么盈利的呢？以前呢有个来自广西的一个马仔啊，就曾经亲口说过，这些网站上呢各种各样的一个赌博网址呢就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啊。要知道世界上呢浏览这种黄色网站的人呢是比那个推特、比那个脸书、比那个油管加起来的总人数那个总和甚至还是要高的。所以说这些网站呢都有专门的广告位给那些赌博的，包括那些什么的链接的那种网站嘛，用来吸引客人。根据这位马仔所说啊，光靠这些广告位所带来的一个收入呢，每年都高达2亿的一个人民币。大家算算到底是有多赚钱？这还没有算就是那种包括那种下载那种赌博软件，包括那种什么获得的一个提成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这些钱呢全部都被幕后的老板给拿走了。这些码农呢每个月基本上就2-3千块钱的一个工资，还要不间断的一个工作，时不时呢还会遭受到一个毒打。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有别的一个想法。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说普通的人浏览这个黄色网站到底犯不犯法？其实呢，浏览这个黄色网站呢是不犯法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去观看一些小视频、小电影了啊。我们都知道黄色网站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诈骗信息，还会呢窃取你的私人信息来给你发各种各样的一个短信啊。这时候呢，反诈 APP 就会收到一个消息来提醒你呢注意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包括你的财产安全。这也说明了警方呢是知道你到底干了啥，而且这些行为呢也很有可能呢会让你随时呢享受一个监狱套餐，随时被监控起来啊。首先是你看了黄色网站以后呢会把这些资源给下载下来，对不对？那么你这种行为呢就很有可能是违法的啊，就会被处以拘留或者是罚款等情况。其次呢，如果说你不仅是下载下来还分享给别人，这就涉及到呢传播淫秽那个视频罪啊，会被判处2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如果说呢你用那种 VPN 去翻墙去国外那些网站看不好的一个视频，也是犯法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了，这些骗子呢，就是这些黄色网站上的骗子真的是无处不在啊，一定不要上当受骗，一定呢不要轻易的去点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个链接啊。当然了，也一定要不要参与那种网上的一个赌博行为。不知道大家对此都怎么看呢？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